虎符还在，殿下可放心了。事关重大，此物关乎着东宫和长寿宫的荣辱，不得有失。倘若真的出了纰漏，我的储君之位不保倒还好说，就怕是牵连到母后。这些时日，我一直寝食难安。这虎符，就像索命的神套，累得吾喘不过气来。殿下也是太过焦心了，这虎符在宫中放了这么多年，如何就丢得啊？在父皇手中放着，与在吾手中放着，这能一样吗？不行，这宫中人多眼杂，放在东宫里，我总觉得不踏实。那不若咱们这几日先不住在东宫，将虎符带去紫桂别院。那的守卫是妾兄孙慎的亲信，殿下也可放心些。待得调兵遣将时，再将虎符带回。对，这紫桂别院人少也安全些。那吾明日就将这虎符带出宫，放出去。女公子，快起来啦！怎么门都没关？女公子，怎么睡在这儿了？女公子，日后可不能这般睡了。老夫人说了，睡觉着凉，将来到老了会不记事儿的。老夫人自身便是如此，现在记性已经不大好了。但我们这性可算不好过。大龄20年前，隔壁张婶来接他2颗鸡蛋没还，如今都还记得。女公子这话可不能让老夫人听见了，不然她能再记恨你10年呢。女公子今日休沐，可是又要与林将军出门游玩？莲房给女公子梳个好看样式的发髻。不去，好不容易在家歇息1个月，我就窝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女公子又与林将军吵架了？什么叫又？我经常与他吵架吗？这林将军在都城中，谁人不称其冷面将军？谁人见了不瑟瑟发抖？也只有女公子敢与他生气了。不过以咱们女公子的聪慧，想哄什么人哄不了。可女公子对林将军却不肯用那些哄骗人的手段，所以呀，你们对彼此都与众不同。什么与众不同？不过就是他难伺候，我懒得伺候。女公子，宫中来人，带来太子妃口信。虎符不见。
不能好好孝顺父母也就罢了，总不能事事都连累父母。母后是何等清华高贵之人，20余年来，从未因为私事向父皇开口过。吾不想因为此事折辱母后的尊严。此事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。子申也来了，你来作甚？妾也是担忧此事。子申是殿下兄弟，又素得父皇信任，他在父皇跟前说上一句，顶得上他人说100句1000句。此事你我束手无策，但子申定然轻而易举。若想解决此事，的确不难，只不过需要楚妃帮殿下的忙。只要能为殿下分忧，妾身万死莫辞。楚妃只需向圣上请罪，说此事皆为自身过错，太子受牵连即可。这岂非欺君？这是眼下唯一的法子。莫非楚妃不愿意？妾并非不愿意帮殿下，妾只是……你们二郎怎能出了事情就推卸责任，口口声声红颜祸水，不过就是想让家中女眷顶罪罢了。你今日不是休沐吗？怎么来东宫了？东宫议事，你不便在此，快出去吧。楚妃请我来的，你为何要让我出去？都是妾的罪过。妾想着少商深得母后信任，处处为母后排忧解难，他这般聪慧懂事，定能为东宫出份力，是以特请他来。少商，你也不必为了我与子申争吵，咱们先出去吧。真是岂有此理，竟然轰我出来！子申也是担心你，怕你卷入此事惹麻烦。都是我思虑不周，不该牵扯你进来。只是我太过紧张殿下处境，殿下屡次犯错，父皇早有不满。若此次再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怕是会牵连母后。若实无办法，大不了我去找父皇，承认虎符是我弄丢的，保全母后与殿下，自己去死。那怎么能行？身上若怪罪下来，楚妃位置，怕是不保。殿下本就有心上人，若我让出楚妃之位，没准还能成全他们。楚妃，少女君，天色不早，少主公吩咐我们送你回府。林将军呢？少主公被万将军请去商议增援王将军事宜，去就回。少女君请吧。之前就有受过被他的，为何还是不背？
背了，少主公怎么抱少女君上车呀？没有他的，我们会屈背以供少女君踩踏上车。不必了。你是我送进宫的，别任性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回去。啊！不是，林梦雨，放手！干什么呀你？林梦雨，放下了！才这点力气，怎么走回去啊？那我不回去，我回长秋宫，回长秋宫找皇后行了吧？少商，是我不该凶你，对不起。是因为虎符之事实在太过于重大，我实在不想你牵扯其中，所以才语气重了一些。这样，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，其余的事交给我，好吗？少女君这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啊？他若是就这般算了，他也就不是他了。叮嘱东宫，尤其是楚妃，有任何异样，即刻告知于我。是。皇后看看，老身今日翻到了何宝物？亏你还能找到，这不是太子出生时穿过的小衣吗？皇后贵人生育2子3女，为太子殿下的小衣，皇后一直留着，无论如何虽圣上颠沛，都不曾丢弃过。老身哪舍得扔啊？我记得诞下太子时最为艰难，因彼时圣上大业未成，整日担惊受怕的，偏他呀又比平常婴还大些，整整折磨了我10个时辰，方才诞下，急得圣上险些昏了过去。常言道，越是在腹中折磨母亲的孩子，出生后越孝顺。是啊，太子是所有儿女中最为孝顺的，大约是知晓我为他受苦颇多吧。幸好圣上肯将统领将士的虎符赐下，正是有一心之辈。储君之位至此也稳妥了，我也方能安心些。皇后可是怕储君之位不保？我从不认为太子适合做储君，只是你可知，所有从储君之位退下的皇家子嗣是何下场？非自尽，便被杀。就算是我身为人母的私心罢了，自己千辛万苦诞下的孩儿，若就此死于非命，我这余生也就终了了。太子妃，可见过虎符模样？臣万松柏参见陛下。此次剿匪，愿万卿旗开得胜。谢陛下。此
退虎符。是。等等。敢问有何不妥？小月侯，陛下，听闻虎符中有磁石，可合二为一。这虎符可是统领三军不得儿戏呀！万将军，就不检验一番吗？哼！是真是假，一合便知。子成，万将军，凌将军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小月侯，还有何疑惑？我能有什么疑惑？祝万将军早日凯旋呐！谢了。祝万将军早日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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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所做的虎符只是外形一样，但我不知虎符里面有磁石，所以不曾放磁石。为什么能合上？这样，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，其余的事交给我。
少主公，刚刚从宫里传出消息，说少女君，不，是程家娘子去了东宫。也许只是去出主意的。他就是这般，不会放过所有害他的人，更不会辜负所有待他好的人。为救太子与皇后，他怎可能只是出主意？阿且，去请霍氏虎符吧。小月侯收买孙胜盗走虎符，定是想令太子无法收场。眼下追查虎符下落尚需时日，唯有霍氏虎符可以移救了。少主公，这虎符乃圣上当年赐予霍将军的，也是霍将军在世间仅存一物了。你当真要拿去给程娘子做人情吗？我霍氏虎符与太子殿下手中那对出自同时，除细微花纹不同以外，可谓是一模一样。唯有这样，少商才不会露馅。圣上心疼少主公，才将霍将军这对虎符赠与少主公做私符。如送出，少主公手中便再无霍氏一物了。果真要为程娘子交出吗？若虎符一事败露，定会查到少商身上。我已经答应过他，无论他做何事，我都会护着他。而这一次，也不会例外。堂子为何要叹气？现在全都城都知道堂子能干贤惠，我都听说有好几个官宦都前来提亲了，就连平时爱迷路的班小侯，这不也是天天往府上来，这来府上的路都记得滚瓜烂熟了，再也不怕迷路了。堂子，你这是好事将近啊，为何还要叹气啊？可是，大伯母问我怎么想，要我拿主意。婚姻大事，我怎么能拿主意呢？娘娘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什么时候有过主意呀？能自己拿主意还不好啊？你看我那没办法自己拿主意呢。你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你那是圣上指婚，凭谁来都拆散不了你们。不像我跟阿宋，这家中若是不点头，我们俩就只能做一对苦命鸳鸯。你们说，这成婚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为何我觉得比以前还丑啊？我哪知道啊，我又不嫁人，我那是娶夫君。哎，你次兄可是答应入赘我们万家的。汤子呢？反正我喜欢的人未必也喜欢我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听从大伯母安排就是了。若他让我嫁给班家，我也愿意答应。不管怎样，大伯母定都是为了我好，他替我做的选择，错不了。好什么好啊？若是日后你成婚了，你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。这成亲自然是要夫唱妇随，掌握在别人手中又如何呀？你次兄不就是什么都听我的？我只动，他就不敢往西。我瞧他也挺乐在其中。夫唱夫随，夫唱妇随，这能是一件事吗？
哎，说你们也听不懂，这如何说不通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男女之间啊，多么简单的事儿，无非就是喜欢了就在一起，不喜欢了就分开呗。你这整日愁东愁西的，都不像你程少商了。我就问你啊，你对那林不疑到底是什么心思啊？你心悦他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这算好事。不过在你府上的时候，他借拆桥一事威胁我，这算坏事。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。娘娘，少昭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还没用膳呢。
这是哪儿啊？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这里是我阿母的住处，我想带你来见我阿母。可你我还未定亲，我现在就来见未来君姑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哪里快了？分明是太慢了。我恨不得明日我们就宴请四方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这朵杏花都不会呀！多急，我再讲一遍好啊。那一朵啊！好，你快点，快点！少少，进去之后，无论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，都别先多言。回头我再跟你解释，好吗？哎呀，你快呀！好。女公子，侄子建安了。哦，小女子陈少商给女公子建安。你就是那个上次来吃白食的，这次居然还带了个心腹，一起来打秋风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凡事适可而止，别斗蹭进尺。我阿兄那是脾气好，我可不会惯着你们这些蹭吃蹭喝的。哎，这话莫生气啊，要出皱纹喽。你胡说！我28年华哪里来的皱纹？你是不是被岳恒那个不要脸的收买了，跟他一起来羞辱我？我哪有啊！你等着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我要让那个岳恒颜面扫地，身败名裂。这天下又不只是圣上，只有阿温兄长一个儿郎，是不是？你还可以另嫁他人吗？他人啊？那个姓林的，相貌倒是还可以入眼，只不过他是从外乡避难而来的，穷了些，一家老少缺吃少药的。不怕，兄长有人有钱，帮扶他就是了。我们林氏总会慢慢兴旺起来的。兄长，我好些时日没见到我的兄长了。哎，我兄长在哪里呀？我的阿兄呢？我的阿兄呢？我的兄长，他已经死了！我的兄长，他死了！他一家老少和全族都死了！我的兄长，我的兄长，我的兄长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我的兄长，兄长，我的阿兄！灵异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俘虏我，你还活着！我要你去死！你要去死！哎，侯夫人，侯夫人，他是你儿子干的善，夫人，侯夫人。你去死！你去死！你快去涂药！你去死！这交给我了啊！你去死！快走！快走！你去死！死！你死！你死！他死！他死！你死！死！子珊，上药吧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我阿父阿母结婚之时，想必你也有所耳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让你在与我定亲之前，与我阿母见一面。往后，你们不必经常见面的。我不曾害怕。你阿母只是生病了，但她并没有错。
错的是毁他人生之人。程阳侯待我殷勤，我却对他冷淡、仇恨。世人皆道我冷血无情，是个不孝之人。什么孝不孝的？那也是先有父慈，才有子孝，分明就是父母有错在先，凭什么责备子女不孝在后？子慎，我觉得你并非是冷血无情之人。还有，你阿母，你不必太过担心。我方才见那叔父对霍夫人十分上心，定能好好照顾她。那位叔父是崔佑将军，他少年时便爱慕我阿母，不肯娶妻，但后来被崔老夫人逼着成婚，但崔侯夫人却在产子时难产而亡。在那不久后，我阿母便与程阳侯绝婚了。崔叔父便也立下誓言，誓死不娶，为我阿母官居至今。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痴情的郎君，用情至诚，用心至真，这一腔情谊，真是万金难换。我对你亦是如此。霍夫人如今还不识得我，日后我带你多多来看她。好，你嫁给我，日后便是此处的女君，你想来便来，无人敢拦你。对了，子慎，之后你也不必起早贪黑的来送我，这也太辛苦了。那若是我想你呢？我想你，要是想多见你一会儿，我该怎么做？那就在宫门口等我，一同进去，如何？这样的话，你岂不是得早起半个时辰？无妨，我可以在皇后面前打瞌睡。可是你进长秋宫，就是为了跟着皇后学习。你若是为了我耽误了，岂不是一心不能二用？我要么一心扑在皇后和公务身上，要么一心扑在你身上。你自己挑一个。那还是扑在我身上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晚上，你若是忙的话，我便等你。我们可以蹭长秋宫的晚膳，吃完饭散着步回去，也算是消食。你若是不忙的话，我们就回家吃，如何？真想与你快些成亲啊！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慢呢？少商，要不你我真的明日就设宴定亲，如何？好。好。好什么好？逗你玩呢。3日之后已是最快，若真要明日就定亲，那太仓促了。现在只能盼着这3日赶紧过去，我才能安心。也不一定能安心的。之前我定亲的时候，同样也是请了好多人，可最后亲事不是。
你怎么又突然亲我？往后，你要是还说如此我不爱听的话，我就还用这个法子堵你的嘴。3日后就设宴啊，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？子申说了，所有的事务交给他就可，咱们不需要操心。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，他去拟请帖来便可。娘娘，定亲怎能如此草率呢？眼下离设宴不过2日有余，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，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。堂子，这些子申都已经考虑过了，他说了，所有的婚事筹备都听我们陈家的，不必管其他人。哎呀，可曾想这个林不疑是如此草率之人，行事也如此不谨慎。女君，2位女公子，城阳侯夫人到访。她来做什么？当日装病不可下聘，咱们家去她也不肯见，如今倒亲自登门。莲芳，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，去九追堂迎客。是。哎呀，少商果然生得标致，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。怪不得子胜这般急于娶你。上次没来下聘，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这次岂能错过？长阳侯夫人倒是健忘，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，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责罚我来着。再说，我们子胜年岁不小了，现在娶妻，怎就着急了？哦对，夫人不是子胜的亲生阿母，许是忘记他生辰了。少商，许是听子胜说了些对我的怨言，心有不满吧。不过往事已矣，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，还能不认侯爷吗？子胜碍于君华阿紫在，软不下身段来，可不得由我这等妇人先走一步吗？城阳侯夫人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，我身为少商的阿母，方才知晓3日后2人定亲之事。你倒是迅速得很。只要我心在子胜身上，他有何事我能不知道呀？夫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请问，夫人是何时寡居到林家的？是霍夫人嫁去之前，还是之后？妾身命运不济，前夫亡故之后无处可去，只好投奔姨母家，幸有君华阿紫照拂。哦，那就是婚后啊。听闻当年城阳侯夫人和霍夫人相处甚谐，亲如姊妹，夫人服侍左右，无有不体贴。我却与阿紫相处甚为和睦，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，侍奉外兄与阿紫。但不知为何，君华阿紫竟不肯容我，非要我性命。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，不愿与你挤在一处。往事不提为妙。我此番前来，特是为了3日后的婚事商议如何操办。哎，对了，
我还给少商带了些薄礼。这2位婢子，是我花10万钱从南方买来，歌舞刨除样样精通，今后就留在府上，将来好伺候你和子胜。陈阳侯夫人当真是有趣。如今我连子胜的床榻还不曾摸到，现下就送来2位美貌的侍女，分去我未来郎婿的床榻。怎么，我要谢谢你啊？你这小女娘，怎能如此满口污言秽语啊？夫人觉得这是污秽之言。这世上有人能做污秽之事，却听不得污秽之言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程少商，你竟敢如此当面羞辱我，我可曾得罪于你？你们程家就是这般待客的？程阳侯夫人，子胜是我们家未来的郎婿，程家自然与他站在一处。夫人与其在我家迂回试探，不如去寻子胜啊。若他肯来个往事已矣，那么我等自会将你奉若贵宾，否则我们也绝不会逆子胜之意行事。阿母说的对，句句都是我心中所言。去灵侯夫人，你可知以今日少商所言，大可治他个不孝之罪。夫人若出门传扬出去，我家也是断断不会认的。我家将军虽不比程阳侯从龙的早，但是在都城的武将中也有几分薄面，连圣上和皇后都对我家少商称赞不已，时时赏赐。我就在想，这个都城中会有谁能信夫人的话？好，哼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了。程少商，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军姑，那我看过几日这定亲宴也就罢了吧。你休想进我们林家的门。我们走。青葱，送客。哼，不必送了，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。娘娘，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氏？她虽不是子胜的亲生母亲，终究有名分在，哪怕不来往，也总会相见。你说你怎么如此任性，也不怕为家中惹麻烦？阿母，我昨日见了霍夫人，若不是她，子胜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？我这人最讨厌夺人所爱者，与这种人虚以为尼，我当真是做不来。可是女公子，若定亲宴，他当真拦着你不让你进门，岂不是笑话？这哪有待嫁女娘被拦在门外的？你等着看吧，届时谁进不了谁的门，那还说不定呢。玉，今日不是林将军与程氏的定亲宴吗？怎么不见宾客呀？啊，长阳侯夫人弄错了，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公府上，而在曲陵侯府。子胜又不是入赘，定亲宴怎么弄到程家去了？这么大的事，为何没有人告知我？我也在想，如此大事，怎会没人告知长阳侯夫人？哼，走去曲陵侯府。我家少主公吩咐过，今日曲陵侯府宾客悉数出示请帖，若无请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长阳侯夫人还是别去了，以免白跑一趟。哼，给我请帖。请帖我已经发完了，这该请的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。哎呀，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，哼！今日无我，这婚别想定成。
好，真是好福气呀，生出了这般出众的女娘。哎，这都城里谁人不想凌将军做郎婿？他却万里挑一，相中了你们家的程四娘子。我程氏啊，总算要苦尽甘来了。戴少商出了嫁，那我家的宋儿也该娶新妇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，亲家？程万两家在一起，怎么没有半点风声啊？不是说13娘只招入赘的吗？啊？哦，我家事务都由将军和军姑做主，我并不知道。入赘入什么赘啊？你不要混说，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。哦，哎，怎么没见凌将军啊？这订婚的日子，新郎婿怎么不见了踪影？也是啊。啊，来来来，大家端起酒杯，同喜同祝。女公子，林将军差人送来口信，他让我嘱咐女公子不必心焦，他一会儿便到。今日无论遇见什么人，发生什么事儿，女公子都不用慌，该骂就骂，该闹就闹，人家有他呢。里边请。里边请。好嘞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哎，公子，里边请。公子不是从不爱凑这样的热闹，说什么浪费时光，这聚众看人成亲的癖好，那还不如在家中多读几本圣贤书呢。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凑这玩意儿？你懂什么？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。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，便是成亲。我与程少商好歹师徒一场，不能明知前路艰险，还由着他往里跳啊！那若这成亲是苦海，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男男女女都要往里跳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如你家公子我般看得通透。好，那敢问通透的公子，那对人是做甚的？二位夫人，请柬。没有请柬，我看谁敢拦我，赌洋王妃。让开！好了，这回用不着我出手了。啊？程少商何在？我在。程氏，还不速速跪下认罪！我有何罪？
谁敢？起！老王妃，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，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。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，如此武将之下，怎么配得上11郎？少商虽是粗鄙，但也知晓廉耻，不似某些人，爬上自己外兄的床，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。你当着长辈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军姑！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，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。再说，前2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姑，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。今日来的军姑是哪位啊？放肆！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。哦，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。你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看谁敢拦！叔母，若愚要拦着呢？今日余为子胜和少商定亲之事而来，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，不必拘束。陈伯夫人，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？余想借一步说话，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。有，请皇后移步。叔母，程阳侯夫人，咱们一同吧。是。少商，你也一起。是。这11郎啊，本来有一门极好的亲事，乃陛下亲从侄女汝阳王妃的亲孙女玉昌郡主，谁知他竟然不肯答应，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啊。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，不仅不通学识，还喜欢打架斗狠。果真娶了这小女娘，怕是列祖列宗都要跟着掩面羞愧了呀。我本以为朝中大臣都是正气凛然之人，却没想到也和市井妇人般爱嚼舌根。你吃着程氏宴席，嘲讽程氏女儿，我看诸位列祖列宗才真要跟着你颜面羞愧啊！哼。别急，再等等。叔母，少商在余身边数月，
素来温良恭俭，仁善豁达，从未有何不妥之处。叔母今日一来，便气势汹汹，更想技压少商，行事未免过了。我不过是管教晚辈，懂得何为孝道罢了。程家欺人太甚，在你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，连姑舅程阳侯府都不曾派请帖，简直不孝。今日程阳侯身体有恙，不能前来，命夫人代为操持，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。程家第一次嫁女，难免有所疏漏。况且在曲陵侯府设宴一事，子慎也请示过圣上意下，若老王妃不信，不若命人去询问圣上，如何？责罚晚辈，此等区区小事，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？皇后，你也太没主见了。皇后自有主意，王妃随口批评皇后，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？你才放肆！我们说话，也轮得到你插嘴。皇后就是不如岳飞严厉，此等奴婢就该狠狠掌嘴，保管下次不敢再顶嘴。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，三句话不离妾。叔母，陛下，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，有辱皇家体面，你不可再纵容他了。方才老王妃还说，区区小事不必劳烦圣上，如今倒是也麻烦上了。反了，反了！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，这简直要造反。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？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吗？我何曾指手画脚？恳求长辈疼爱，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？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！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，子慎才去求亲的吗？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，嫁成了吗？你少拿玉昌说话，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。你是死人呀！他们编排孙女，你怎么不知事啊你？就闭嘴吧，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。若不是你整日鼓动玉昌，老夫早给他择一个郎婿在家，何必去管理吃苦？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100倍。我问你，前几日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？子慎心腹，你起来回话。多谢岳飞。回禀陛下，长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，只是实话实说。老身敢起誓。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？你可在场？是有听见还是有看见？仅凭程阳侯夫人一面之词，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。
妾身敢以性命发誓。陛下，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，说陈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，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，狠狠地责罚她？你起什么事？你素来行事不端，还是陈阳侯夫人起事更真些。老王妃，此言差矣。我可是老老实实听长辈吩咐定亲的，与陈阳侯夫人这等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。他吃霍家的，用霍家的，寄居霍夫人身旁多年，扭头趁人不注意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，所以臣女起的是可信，他起的是不可信。妾虽出身低贱，可也由不得程少商这般诋毁侮辱。陛下若不发话，妾身只有一死了之。夫人壮烈，不甘受辱，令小女子赞叹佩服。陈阳侯夫人，若10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，霍夫人也就不会愤而绝婚了。今日的许多事情，恐怕就不一样。子胜，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岳飞说的是。岳飞，霍新华是什么人？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？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，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。太好了啊！不要到外面叫屈喊冤。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，老身就让他们都看看，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，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。哎呦，陛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疯妇，一有不如意啊，就要死要活的撒泼。当初我说休妻，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说是分居不休妻，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士？你说说我啊，连道德经我都读不清楚，我做什么苦修嘛？好，我不休妻，我绝婚行不行？我要结婚，啊！我为你生儿育女，哎呀，操持家务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，你们居然敢这样待我！你，哎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哎呦，陛下，哎，老夫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是受不住他了。使不得，叔父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令妃呀，朕有意要为难你，
眼下兴盛儒学呀，此时你若开口绝婚，休妻糟糠之妻，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。哎呀，叔父最爱热闹，修行干什么？照我看呀，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。啊，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。你们，哎，若然老王妃年迈昏聩，是有疯癫之举，致使军前失仪呀，那就送去三才观，好好的休养吧。陛下，子胜啊，多调遣一些人手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。是。陛下，来人，好生照顾老王妃。是。你们都欺负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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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负我！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，那长阳侯夫人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。从此以后，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。今天是子胜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。哎，前几天收了几坛好酒，甘香醇烈，喝他一碗。走，喝酒去。来一瓶。